你们疯了！本帅在这儿，金虎符在本帅手里，你们都应该跪倒在本帅的脚下。末将拜见大帅，一切听从大帅指挥。就这破地方，背靠水井，面朝长街，进可攻，退可守。不错，本帅的中军大帐就设在这儿了。大帅好眼力，只是那块破柏还挂着，碍不碍事？碍事，当然碍事。来人，把这块朽木劈了，今晚埋锅造灶，正好缺引财财。那是九品典当的匾啊，苏掌柜祖上传下来的老匾。当年多少人家走投无路，都是靠着当铺换了一条活路。活路？今日老子进了这座城，谁活谁死，才轮得到你们这些贱民说话。砸了这破店，从今天起，这里归本帅了。这块匾挂了100年，100年又如何？本帅在沙场20年，砍下的人头能堆成京官，什么100年招牌、1000年祖业，在本帅刀下都是一捧灰。小子，识相的就滚！本帅今日心情好，留你一条贱命。你踹断了我苏家的匾，所以呢，得赔。赔？你想让本帅赔你一块破木头？不是木头，9品典当，金银不收，只当人心。你今日踹断此匾，便拿你最看重的东西来抵。本帅最看重的东西，你想当本帅的兵权？看清楚，金虎符、见此符如见君命，10万大军生杀予夺，皆在本帅一念之间。你一个穷掌柜也配惦记本帅的兵权？你拿个破算盘干什么？算算自己还能挺几个时辰吗？这个人怎么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是真傻，还是他根本没把这10万大军放在眼里？而且这玉牌为什么会有反应？难道这家不起眼的当铺真和那件事有关？小子，本帅数3声，3声之后你要还不滚，我就把你和这破店一起劈了。一件物事值不值钱，从来不是看它本身。你说什么？是看人心里把它看得有多重。哼哼，装神弄鬼，废话少说，本帅倒要看看你一个穷掌柜拿什么跟本帅的10万大军斗。大帅，不好了！弟兄们不知道怎么了！慌什么？都是本帅的兵，能出什么事儿？拜见大帅！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帅在这儿，金虎符在本帅手里，都给老子起来！大帅神威，末将方才竟险些被奸人迷惑，罪该万死。奸人就是此人，他冒充大帅，手持一块破铜片，企图扰乱军心。你看清楚，我是薛烈，踏破36城的薛烈，这是金虎符。这位军爷，你举着块破铜片子，鬼吼鬼叫什么？惊扰了大帅，你担待得起吗？妖术，这是妖术！来人！你们要造反，本帅待你们不薄啊！造反？我等只听大帅号令。你冒充统帅冲撞帅台，惊扰大帅清修，按军法当拿下问罪。惊扰柜台，冲撞帅台，按律剥其甲胄，逐出军营，下圈思过。遵大帅令！你们敢？放开我！本帅是薛烈，我是踏破36城的薛烈！你们一群瞎了眼的东西，别脱我的铠甲，那是御赐的！住手！前一刻还手握兵权，喊打喊杀的煞神，转眼就被自己的亲兵扒了铠甲。这个苏沫到底是什么人？弟兄们，本帅错了，本帅再也不敢了，放我出去！求求你们放我出去！36城，本帅踏破了。为什么本帅会在这儿和一头猪？这疯子刚才一直喊自己是什么薛烈大帅，你听过吗？薛烈没听过，咱们的大帅是苏沫，
神威盖世，10万弟兄谁不知道？这疯子怕是饿糊涂了。也是，瞧他这怂样，还大帅呢，跟头猪抢食还差不多。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一把缺猪的算盘换来10万兵权，这买卖不算亏。掌柜的，那是金虎符，号令10万大军的金虎符，你要把它收进账册。正好。你拿金虎符垫桌脚？不然呢？他还能号令大军吗？你这本事到底是什么？果然，每做一笔价值互换，都会把对方最重的那缕因果吸纳进账册。薛烈的狂妄虽不算精准，倒也聊胜于无。又有人盯上了这座城，兵符可换，米价自然也能换。乖，再忍忍，娘给你找吃的。等熬过这阵子，咱们就有白米饭吃了。行行好吧，开门吧，我家小孙女3天没进米粒了，买我1碗米糠也好啊。老爷，城东的丰裕，城西的广济，今儿也断粮关门了。如今这临安城里有米的，就只剩咱们一家了。本老爷囤了3年的粮，等的就是今天。传我的话，咱们的米开仓发卖。老爷，这眼下灾民遍地，咱们若开仓发卖，价钱怎么定？若定低了，怕是片刻就被抢空，赚头有限；若定高了，怕是要遭人戳脊梁骨啊！戳脊梁骨？老子要的就是高价，1斗米1000两，出得起活，出不起死。1斗1000两，老爷，这是要人命的价啊！寻常人家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银子。妇人之仁，这世道有粮便是天。本老爷手里攥着全城人的活命粮，本老爷说1000两就是1000两，说让谁活谁才能活。哼哼，你看看外头那些贱民，哪一个不是趴在地上求着老子赏他们一口饭吃？在这临安城，本老爷就是他们的天。半月前是兵祸，如今又是粮荒。掌柜的，那前半城囤积居谷，把米价抬到1000两1斗，分明是要逼死全城百姓。官府呢，就没人管吗？官府在这乱世，规则早已腐烂透顶。府衙的师爷收着钱府的常例银子，这张网他织了3年，从他第1天囤粮起，就没打算给百姓留活路。那这满城百姓，难道就只能眼睁睁等死？天无绝人之路，只看有没有人肯为他们搏这一线生机。这世道，权贵把粮仓的门关上了，把活路的门也关上了，可总得有人把这扇门重新踹开。1000两1斗米，前半程你把这满城人的命看得比尘土还轻，那好，我便让你尝尝，当米比尘土还贱，当草比黄金还坏，是什么滋味。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9品典当行吗？听说你这破当铺前阵子把薛烈大帅扔进了猪圈，好大的威风！姓苏的，听着，本老爷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这临安城论刀把子，哼，有算盘大帅的兵，可论钱袋子，论粮仓，那是本老爷一个人说了算。我有粮，我就是临安城的天。你那点装神弄鬼的把戏，在白花花的大米面前什么都不是。来得正好，自己把因果送上门，倒省了我去寻你。姓苏的，你要干什么？原来是拔了根狗尾巴草。姓苏的，你莫不是饿傻了？还是说你打算用这根草跟本老爷换米吃？瞧见没有，这就是把薛烈扔进猪圈的高人，我看是个疯子。这根狗尾巴草的卑贱，与前半程粮仓里那10万吨精米的珍贵对调。从此刻起，在这临安城所有人的认知里，草是活命的真米，米是连猪都不肯吃的秽物。米是米呀，这是能活命的好米呀！老天开眼，老天开眼了！笑死本老爷了！姓苏的，你这疯样可比看戏还乐乎。这草
怎么会有米香？不对，这不是草，这分明是上好的精米，是宝贝。又来了，和上次对付薛烈时一模一样。他只是举起一根草，点了点粮仓的方向，整座城的人心就要被他改写了吗？米成了秽物，草成了珍宝，这简直是颠倒乾坤的神通。钱老爷不是说米才是天底下最金贵的东西吗？怎么这会儿瞧上我这根草了？你这草，老爷，不好了，仓里的米全烂了，臭得熏死人了！天爷啊，这是什么孽障？好端端的米仓，怎么一夜之间全成了这副鬼样？我的米，我的10万担精米，我囤了3年的命根子，怎么会全烂了？老天爷，你这是要本老爷的命啊！这是我先看到的，谁敢跟我抢？这位兄弟，你手里这把精米，我出50两，卖不卖？不卖，这可是活命的米，给金山都不换。苍天有眼啊！这等好米，竟还能让老夫抢到一把！哈哈哈！有了这把米，我那卧病的老母便有救了。这米是本公子先看中的，来人，给他20两，让他滚开！凭什么？这是俺先够着的，20两，给200两俺也不卖。俺吃了，这下看你怎么抢！米成了秽物，草成了珍宝，颠倒黑白，混淆乾坤。你这一根草，竟搅得整座临安城天翻地覆。你这般行事，就不怕这满城人把真正的米都当成废物糟蹋了，反误了性命？误不了，草也好，米也罢，能下肚的就是粮。我改的从来不是米，是人心。等前半城这场富贵梦碎了，我自会把这颠倒的乾坤再挣回来。到那时，受苦的百姓自有活路。这满城的疯狂，是前半城用3年囤积，用1000两1斗的天价亲手种下的因。今日，便让他尝尝这枚苦果。至于这些被蒙蔽的百姓，放心，没有一个人会因我这根草而真正挨饿。可掌柜的，你就不怕这满城的疯狂传扬出去，惹来更大的麻烦？前半城背后若有靠山，你这般断人财路、毁人基基，只怕……清雪姑娘，你可知道，这世上最大的麻烦，从来不是得罪权贵，而是眼睁睁看着不公横行，却袖手旁观。我苏家这本账册传了99代，记的不是金银，是这世间的公道。该清的账，无论对方是谁，背后站着谁，我都要清。记的不是金银，是公道。这世道，多少人为了金银折腰，多少人对不公闭眼。可他一个开当铺的掌柜，却把公道二字看得比性命还重。或许我此番来临安遇见他，并非偶然。全城说那仓里的米是烂的臭的，可俺周胖子3天没进1粒米了。烂米臭米那也是米呀，横竖都是死，俺去偷一口尝尝。我的娘嘞，这味儿真臭啊！可俺3天没吃东西了，烂米也是米，死也得做个饱死鬼。香，好香，这是米啊，是真米啊！骗人，他们都在骗人，这哪是什么烂米，这是俺这辈子吃过最香的米啊！全城的人都瞎了，他们看不见，这满仓都是活命的好米，可俺看得见，俺周胖子看得见。等等，前阵子把薛烈扔进猪圈，把全城搅得天翻地覆的，是9品典当后的苏掌柜。这粮仓的米一夜变臭，满城的草一夜变饱，莫不是又是那位苏掌柜的神通？
都别声张，俺告诉你们一条活路：城南前府的粮仓，别看全城人都说里头的米烂了臭了，那是假的，是九品典当府的苏掌柜失了神通，故意做给那囤粮害命的前半城看的。那仓里全是白花花的好米，是苏掌柜给咱们穷人留的活路啊！真的假的？周胖子，你可别枉我们，那仓里的米臭得隔着老远都能闻见。俺骗你们作甚？俺刚从仓里吃饱了出来，你们瞧俺这肚子，3天没吃饭的人能撑这么饱？进俺的，跟俺走，闭着眼睛吃，准是香喷喷的好米。这是苏掌柜的恩典，咱们可不能糟蹋了。我的儿有救了，有救了！苏掌柜，您是我们一家的再生父母啊！这份恩情，我们做牛做马也报答不尽。苏掌柜，是苏掌柜救了咱们一城的穷苦人啊！活菩萨显灵了！一个肯把活路告诉旁人，肯让饥民同沾恩泽的混混，倒比那满腹经纶的伪君子要干净得多。这周胖子是个可用之人。本老爷囤的米都烂了，可天无绝人之路。这满城的精米，如今全让本老爷收来了，整整300垛。这天底下的好米，10城里有9城都在本老爷这院子里。老爷您醒醒啊，咱们的家底全换成这些草了。我前半城还是临安城的首富，还是这天底下最有米的人。金库空了，铺子卖了，连夫人的嫁妆都……您这是要把钱家几代的基业都败光了呀！放屁！你这瞎了眼的奴才，这是哪儿？这是米，是天底下最金贵的米。你不懂，全城的贱民都懂，就你不懂。出去，给本老爷出去！钱老爷，别来无恙。哟，苏掌柜，您来的正好，快看看本老爷这满院的精米，怎么样？气派吧？这天底下的好米一大半都在本老爷这儿了，本老爷还是这临安城的天。钱老爷，你确定你怀里抱着的是米？那是自然，你闻闻，多香的米！这等好米，本老爷花了泼天的家财才收来的。泼天的家财？钱老爷，我听说你把祖传的1000亩良田卖了，把20年的绸缎庄、当铺、酒楼卖了，连尊夫人压箱底的首饰都搬空了，换来的就是这满院子的米。那又如何？田产铺子算什么？金银首饰算什么？乱世之中，有米才是真的。本老爷用那些身外之物换来这天底下9城的精米，从此富甲天下，谁人能及？等灾年国过，这满院的米就是金山银山啊！本老爷的眼光那是100年难遇的精准。钱老爷，你这一生算尽了天下人，算尽了米价粮食，机关算尽。可你算漏了一样东西，人心。你把1斗米抬到1000两，逼得满城百姓卖儿勇女，家破人亡的时候，可曾算过这笔账迟早是要还的？什么人心不人心的？本老爷只认银子，只认米。姓苏的，你少在这装神弄鬼。解除他一人身上的认知屏蔽，该让你清醒了。这场富贵梦做到头了。草，这是草，全是草！我的家财，我的金山，我倾家荡产换来的，全是一院子的烂草。我跟了老爷30年，眼看着他从一个走街串巷的米贩子，一步步爬上首富的位子，可这些年他的心是越来越黑了。囤粮居席，逼死过多少人家？报应啊，这都是报应。这9品典当的苏掌柜没杀他一人，没动他一钱，却让他自己把自己逼疯了。这般手段才是真正的天理昭昭。米，我的米变成草了，草是米，米是草，是米，都是米，本老爷还是首富。米，前府粮仓里的米没烂，
是好米，是苏掌柜，是苏掌柜把奸商的米还给咱们了。大家不要急，都有份儿，排好队。乡亲们，这米是苏掌柜给咱们留的活路，都领了米，好好活着，记着苏掌柜这份恩情。掌柜的，我原以为你不过是用神通戏弄权贵，惩治奸商，可方才你大可以把那满仓的米据为己有，但你没有，你把它还给了百姓。你这颠倒乾坤的手段，原来是为了把这颠倒的世道正过来。我说过，我改的是人心，不是米。前半程囤粮害命，是他把人心带歪了，让1斗米重过了1条人命。我不过是把这杆秤重新摆正罢了，米还是那些米，可他该进的是百姓的肚子，不是奸商的库房。苏掌柜，谢谢您，娘说是您救了我们。这米可甜了，给您留一口。米自己留着吃，吃饱了好好长大。长大以后记着，这世上的米是用来活命的，不是用来害人的。我记住了。账册之力恢复3成。掌柜的，这本账册究竟是何来历？为何每收一缕因果，你又为何执意要让它彻底苏醒？这本账册是我苏家的祖业，传了99代，它沉睡了100年，唯有吸纳足够厚重的人心因果，方能重现当年那撼动天地的力量。至于我为何要让它苏醒，有一笔旧账记在京城，100年了，是时候该有人去讨还了。99代祖业，100年旧账，京城，他这平静的外表下，究竟藏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而我手中这枚玉牌，与他这本账簿，又有着怎样的牵连？掌柜的，方才我得到消息，前半山背后并非一人，他囤粮害命，是受了京城一位大人物的指使。如今他败了，那位大人物怕是不会善罢甘休。那是谁啊？这般大的排场，你连他都不认得？那可是江南道的文坛领袖白鹤先生啊！一支笔能定人生死，一篇文章能让人身败名裂，多少达官显贵见了他都要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叫一声先生。这等人物怎么会来咱们临安城这犄角旮旯？听说是冲着那家九品典当来的，冲着苏掌柜来的。那可如何是好？苏掌柜是咱们的大恩人呐！前阵子粮荒，要不是他把奸商的米还给咱们，我一家老小早就饿死了。这白鹤先生一支笔能杀人，他若是为难苏掌柜，怕什么？苏掌柜连薛烈、前半城那样的人物都收拾了，还怕一个写文章的老头子？只是这读书人的嘴比刀子还利，3人成虎，众口说金。苏掌柜可千万别栽在这上头啊！哼，愚民，被那妖人施了些障眼法的小恩小惠，便感恩戴德，奉若神明，也不想想那等颠倒黑白、蛊惑人心的妖术，最是祸国殃民。今日先生前来，正是要为你们这些被蒙蔽的蠢货揭开那妖人的真面目。这便是那座搅得临安城天翻地覆的妖窟。正是，先生，就是这家当铺，什么大军败算盘、富豪吃野草，全是这店里那个姓苏的用妖术蛊惑人心，颠倒黑白，简直是斯文败类，明教之贼。妖术，妖言惑众，蛊惑民心，败坏纲常，此等魑魅魍魉，我辈读书人自当口诛笔伐，还这朗朗乾坤一个清白。老夫今日来此，便是要当着满城百姓的面，揭穿这骗子的面目，让他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薛烈以兵，前半城以财，皆是有形之刃，掌柜的轻易便破了。可这白鹤先生，他以文为刀，以明教为甲，杀人不见血，诛心不留痕，满城读书人奉他为圭臬。他若一口咬定当铺是骗局，那便是3人成虎，众口铄金。掌柜的这一回，对手可不好对付。傲慢因果，闻名所惧，分量极重，有意思。薛烈的狂妄，前半城的贪婪，都不及这位大儒的傲慢精纯厚重。看来
这位白鹤先生数十年积攒下的文明，倒是一块上好的养料。以文杀人，以明诛心。你想用这满城读书人的口诛笔法，把我钉死在耻辱柱上？那好，我便让你看看，你视若性命的文道与真迹，在我手里会变成什么模样。来人，在这妖窟门前设下寨坛，让满城百姓都看看。要开堂宫，这骗子的当铺里究竟藏着多少蛊惑人心的鬼域伎俩？把柜台上那块擦了3年的破抹布给我拿来。诸位，老夫白鹤执掌江南文柄40载，平生最恨者便是妖言惑众、蛊惑民心之徒。这九品典当近月以来行那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事，搅得临安城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什么大军拜算盘，什么富豪抢野草，分明是障眼法，是骗术，是有辱斯文的市井妖法。先生说的对，此等妖人败坏纲常，理当口诛笔伐，逐出临安。请先生主持公道，揭穿这骗子的真面目。你便是这当的掌柜苏沫？正是在下。先生远道而来，设坛于寒舍门前，不知有何指教？你倒是沉得住气。临安城多少人想见老夫一面而不得，你这妖窟被老夫设坛公审，你竟还能这般谈笑自若？先生言重了，在下不过是个开当铺的，做的是公平买卖，何来妖窟一说？至于公审，若先生当真能审出个是非曲直，在下洗耳恭听便是。好一个公平买卖，好一个是非曲直。那老夫今日便要让你这巧言厉俐之徒在满城父老面前原形毕露。老夫今日是来为这临安城正本清源，你这当铺自诩典当万物，名见秋毫。好，那老夫今日便要考考你这店里的眼力，究竟是真鉴宝还是假行骗？是天下太平贴，先生珍藏数十年，从不轻易示人的镇宅之宝，江南第一墨文。此帖一出，便是书道的标志，天下间再无第二件字帖能与之相提并论。不错，此乃老夫平生最得意之作，天下太平帖，江南文台公认的第一墨宝。老夫今日便以此帖为标志。姓苏的，你若识货，便当着满城父老的面掂量掂量，你这当配里可有任何一件物事能配得上与我这天下太平帖放在一处相提并论？若拿不出，那便是你这当铺欺世盗名，铁证如山。老夫今日便要让满城百姓看清你这骗子的真面目。好歹毒的算计，以绝世真迹为标尺，这是把掌柜的逼上了绝路。任凭拿出什么，在天下太平帖面前，都成了不入流的废物。这一局看似是比拼眼力，实则是借着满城城读书人的公论，要彻底碾碎党当的招牌啊！抹布，放肆！老夫今日定要让你这狂悖之徒付出代价！苏沫，你拿一块烟杂的破布来污老夫的天下太平帖，你这是对书道的亵渎，是对斯文的羞辱，岂有此理！一块擦脚的破布也配与先生的绝世真话相提并论，简直是斯文扫地！此等狂徒留他何用？请先生下令，我等这就将这妖窟砸了！白鹤先生，你说何为珍宝？珍宝？我这天下太平帖墨韵不减，风骨绝伦，便是珍宝。你那块破布污秽不堪，一文不值，便是垃圾。这是天下公论，岂容你狡辩？天下公论不过是人心所向罢了。人人都说它是珍宝，它便是珍宝；人人都说它是垃圾，纵是绝世真意，又能如何？一派胡言，是非曲直，自有公断。黑便是黑，白便是白，书道之美乃天地至理，岂是你三言两语便能颠倒的？那敢问先生，何为美，何为丑？方才先生说我这抹布是垃圾，满坛士子便齐声附和，骂他肮脏不堪。可若有朝一日，人人都说它是神品，先生以为他们还会觉得它肮脏吗？狡辩！真品就是真品，赝品就是赝品。
人心或可一时蒙蔽，公道却自在人间。老夫研习书道60载，这双眼睛断不会看错。是吗？先生这双眼睛看了60年的书道，自然不会看错。只是不知，先生这双眼睛，这数十年来是看真了天下文章，还是只看见了权贵的脸色、党争的风向？你血口喷人！老夫一生持正，光明磊落，岂容你这妖人污蔑？是与不是，先生心里清楚。那便请先生拭目以待。指尖传来熟悉的微凉，这块沾满茶沟油油的破麻布之卑贱，与那卷天下太平帖之珍贵对调。从此刻起，在这满城所有人的认知里，这块破布是冠绝古今的书道至宝，那卷真迹是连孩童都嫌脏的擦脚布。天哪，这是何等的神品！你们看那笔锋，那墨韵，那气象，这才是真正的书道巅峰啊！我从未见过如此绝妙的书法，这上面的每一道痕迹都蕴含着鬼斧神工的智理。相比之下，我等平生所学简直是垃圾，是涂鸦。你们都疯了吗？那不过是一块烟杂的破布，我手中这卷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帖，是江南第一墨宝。你们怎么会看啊？都看看老夫手里的，这才是书道至宝。你们倾慕的那块破布是擦桌子的抹布，是垃圾啊！你们清醒一点！哎呀，这老头是哪来的疯子？怎么拿着块擦脚的脏布在这挥来挥去？真是污人眼目！走开，走开！别拿你那块臭烘烘的破抹布来熏坏了我们瞻仰神品的雅兴。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人。颠倒了，全颠倒了。绝世真迹成了擦脚布，烟杂抹布成了无价宝。满城读书人对着一团油污痛哭流涕，顶礼膜拜，却对真正的传世墨报弃如敝履。掌柜的这价值互换改的何止是物，更是这天下人最引以为傲的明辨是非之心啊！这般手段太可怕了。白鹤先生，你以文明为刀，以公论为剑，本想借着满城读书人的口诛笔伐将我定死，可你却忘了，所谓公论，所谓人心，从来都是最易动摇、最不可靠的东西。你能用它捧起一个人，我便能用它让他反噬其主。你拿着这块擦脚的脏抹布，在神品面前晃来晃去，是何居心？分明是来砸场子辱斯文的！放肆！你们可知老夫是谁？老夫乃江南文坛领袖白鹤。这卷字帖是老夫呕心沥血的天下太平帖，是真正的书道至宝。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人！白鹤？哪个白鹤？我看你是哪儿来的疯癫老叫花子，偷了谁家的擦碗布，在这儿冒充什么文坛领袖，败坏读书人的名声。什么破麻布，也敢自称书道至宝！老子今天就替天行道，把你这辱没斯文的脏东西踩烂！住手！那是真迹呀！我的天下太平帖！你们这群无知狂徒，你们在毁掉书道的瑰宝啊！再敢用你这脏布玷污我等瞻仰神品的圣地，仔细你的皮！笔法，我跟你们讲笔法，这一捺是严筋流骨，这一行是力透纸壁，你们怎么就看不懂呢？老夫一生研习书道60载，难道错了吗？不对，是老夫错了吗？那真的是抹布，老夫手里的真的是抹布，不是真迹，是天下太平帖。可为何只有老夫看得见？难道这世上错的只有老夫一个？我看你是失心疯了！来人，把这扰乱圣地的老头给我轰出去！他没有挨一刀，没有失一钱，可他比薛烈，比钱半山输得更彻底，更凄惨。掌柜的没有动他分毫，却抽走了他立身的根。这杀人诛心4个字，今日我算是真正见识了。苏掌柜，俺听说有个老学长带着一帮酸袖子来找您麻烦，带着弟兄们赶来，生怕您吃亏。没想到您又把人家收拾得服服帖帖了。有心了，不过些许小事，不必劳师动众。那哪成？苏掌柜，您是咱们穷苦人的大恩人，城北那一片谁不念着您的好？您要是有个3长2短，弟兄们第一个不答应。您放心，
如今这临安城的犄角旮旯，但凡有人敢打您当铺的主意，消息准第一时间传到俺耳朵里。权贵畏我如虎，百姓敬我如亲，这便是人心。白鹤想用读书人的公论诛我的心，却不知真正的公道从来不在那些高坐讲坛的大族嘴里，而在这千千万万曾被苦难碾过却依旧心怀感恩的寻常百姓心中。掌柜的，你赢了。可我看着那位白鹤先生，心里竟有些不是滋味。他固然是奉了京城那位大人物之命前来为难你，可他沿袭书道一生，到头来连真迹与抹布都分不清了，这下场是不是太过了些？清雪姑娘，你可知道他这支笔这数十年来捧杀过多少人，又毁掉过多少人？他一篇文章能让寒窗苦读的士子身败名裂，含恨而终；他一句褒辩能让无辜之人声名扫地，家破人亡。他手握文柄却不思持政，反而沦为权贵的刀，党同伐异，颠倒黑白。先生，学生这篇策印字字皆是肺腑，句句皆为苍生，只因不肯依附权贵为虎作伥，先生便一句离经叛道，妖言惑众，断了学生的功名前程。学生10年寒窗，一朝尽毁。先生，你这一支笔杀的是人心，断的是天下寒子的活路啊！你是说，那韩氏名叫陈燕，才高8斗，一身傲骨，只因不肯为权贵张某，便被白鹤一篇文章毁了一生。后来他郁郁而终，临死前手里还攥着那篇被斥为妖言的册玉。似他这般死于白鹤笔下的寒门才子，这些年来何止一人？我今日不过是让他亲身尝一尝，当是非被人随意颠倒，当公论沦为杀人的刀是什么滋味。名叫杀人，诛心最毒。多少人死于刀剑之下尚能瞑目，可死于这众口铄金、3人成虎的诛心之论的，却往往含冤莫白，万劫不复。我毁的从来不是书道，而是这以文杀人的恶念。书道本是清雅之物，可一旦沾染了党争与权欲，便成了害人的毒。这毒，今日我替天下读书人拔了。掌柜的，那位含冤而死的陈燕，你既知道他的冤屈，又为何不早些出手，为他讨回公道？因为那时这本账册尚在沉睡，我空有一身本事，却唤不醒他分毫，眼睁睁看着公道蒙尘，忠良含冤，却无能为力。清雪姑娘，你可知道这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所以你执意要唤醒这本账册，不是为了权势，不是为了财富，是为了让我下一次再遇见陈烟那样的人时，不必再眼睁睁看着他枉死。这世间的不公太多太多，我一个人一双手救不了所有人，可只要这本账册彻底苏醒，我便能让这朗朗乾坤之下多几分公道，少几桩冤屈。我原以为他是在逞强斗法，是在以暴制暴，可方才那番话，他毁的不是真迹，是以文杀人的恶念，他逐的不是大儒，是党同伐异的私心。这世道多少人手握权柄便忘了本心，可他一个开当铺的，却始终记得何为公道，何为良知。6成了，这位白鹤先生数十年积攒的文明与傲慢，分量果然非同小可，一举便让账册恢复了6成之力。社会概念的因果已近极限，再往上便是要触碰那自然法则的门槛了。兵权、财权、文柄，临安城的3座大山已尽数扳平。京城那位首辅3番5次派人前来试探为难，想必也该坐不住了。他欠当铺的那笔100年旧账，是时候该提上日程了。这阵仗比当初薛烈破城还吓人。这位钦差大人，听说是京城来的煞属，专门来对付苏掌柜的。苏掌柜是咱们的恩人呐，这次来的可是朝廷的正经钦差，带着这么多精兵，苏掌柜他能扛得住吗？别瞎说，苏掌柜连薛烈、钱半山、白鹤那样的人物都收拾了，天塌下来，苏掌柜也顶得住。都看什么看？下官参见赵巡案，巡案大人一路辛苦。起来吧，本官此次奉首辅之命，前来彻查临安连环异案，3桩怪事骇人听闻，闹得满朝皆惊。你们这些地方官是死人吗？竟坐视妖人，胡乱一方，刚缠崩坏！下官该死，下官该死，实在是
实在是那九品典当行的苏沫妖术通天，下官等无能为力呀！妖术，本官上斩贪官污吏，下惩魑魅魍魉，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本官倒要看看这个苏沫究竟是真有通天妖法，还是不过是个善于蛊惑人心的江湖骗子。传本官将令，即刻封锁全城，九品典当行方圆3里之内戒严。所有街道巷口绝派重兵把守，不许任何人进出，违令者格杀勿论。掌柜的，这一次来者不善，此人是首府的心腹，查案30年，阴狠毒辣，心思缜密到了极点。他一进城便封锁全城，戒严3里，分明是吸取了前人的教训，铁了心要置当铺于死地。吸取教训？哦，这倒有些意思了。前头3个一个比一个蠢，自己把因果送上门来，让我换得轻松。这位赵巡案既是个聪明人，想必不会再走他们的老路。一个聪明的对手，往往比一群蠢货更难对付。他若不入局，不与我产生因果交集，那我这价值互换便无从施展。我倒要看看，这位以心思缜密著称的赵巡安，会用什么法子来对付我这家妖窟。掌柜的，此人如此难缠，咱们要不要先避一避，暂时关了店门，离开临安？避？清雪姑娘，这九品典当是我苏家99代的祖业，他在这临安城扎根100年，无论来的是谁，无论对方手段多狠，我苏沫绝不会弃这块招牌，弃这满城百姓于不顾，仓皇而逃。他既来了，这一局我便接下。大人，当真要如此？这未免太过酷烈。若那苏沫当真只是个寻常骗子，咱们这般直接焚毁当铺，连人带店烧成灰烬，朝廷那边怕是不好交代呀。哼，本官查案30年，最大的本事便是从不与狡猾的疑犯做任何无谓的纠缠。你可知道薛烈为何败？因为他冲进了店里，与那苏沫当面对质。前半程为何败？因为他压了因果，落了对方的圈套。白鹤为何败？因为他设坛公审，给了那妖人施法的由头。大人的意思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这个苏沫的妖术，他需要与对方打交道，需要对方入局，需要某种因果牵连，方能施展。那本官便偏偏不入局，不进店，不讲理，不与他有任何瓜葛。本官要做的很简单，在3里之外不踏入店门一步，不与那妖人交谈一句，直接用火将这座妖窟连同里头的妖人彻底焚毁。只要他死了，店没了，什么妖术，什么因果，都成了笑话。3里之外，隐而不发，火攻焚殿。赵铁面那老贼竟丧心病狂，要在3里之外用火箭直接焚毁当铺。他根本不进店，不与你照面。果然如此，他不入局，不交谈，不产生任何因果交集，行毁灭之事。我的价值互换，需以物为媒，以认知为引。可隔着3里地，对方既不压物，又不入店，我便寻不到那交换的支点。那可如何是好？漫天火箭一旦射来，这当铺顷刻间便会化为灰烬啊！掌柜的，你倒是说句话呀！清雪姑娘，你可知道，我这本账册虽能颠倒乾坤，却也并非毫无代价。若要触碰那最根本的自然法则，须得透支账册根本之力，强行扭转天地造化。这般动用，凶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反噬。那你还要？他若只是要毁我当铺，我大可一笑而过。可他这漫天火箭一旦落下，受伤的岂止是我们？他为了对付我一人，竟不惜火烧全城。这个局我不破不行。既然因果他半分不沾，那我便换一个更大的局。纵是透支根本，反噬己身，这满城百姓的性命也绝不能折在这老贼手里。预备，放箭！价值互换，火箭与雨水对调。这不可能，火怎么会变成雨？妖法，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妖法！着火了，水里着火了，这是什么妖法？快跑啊！
夺天地之造化，握乾坤于股掌。苏掌柜，是赵某有眼无珠，是赵某不知天高地厚。赵巡案，起来吧。你算到了我的价值互换需以因果为引，便索性不入局不交涉。这一手釜底抽薪，确实高明。赵某是自作聪明，班门弄斧。可惜你算漏了一样。当这本账券之力积累到一定境界，这天地之间，无论是人心，是物品，还是这最根本的自然法则，皆可为我所换。苏掌柜，恕赵某斗胆相问，您这等通天的神通，若要取这临安城，易如反掌；若要那京城的龙椅，怕也不是难事。您为何只守着这一间小小的当铺？赵巡案，你我所求从来不同。那些争权夺利之徒，要的是高坐庙堂、号令天下的威风。可我苏家这本账册传了99代，守着的从来不是权，而是公道二字。薛烈屠城，我便夺他兵权；前半城害命，我便还粮于民；白鹤诛心，我便破他明教。我出手的每一回，都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欺压良善、颠倒黑白的恶本身。这世道，豺狼当道，公道蒙尘。我守着这间当铺，不为别的，只为让那些走投无路的苦命人，还能有一个讨还公道的地方。我赵铁面查案30年，自诩铁面无私，看透世情。可这些年来，办的多少案子，审的多少人命，有几桩是真正为了公道，又有多少是为了首府的私心，为了自己的前程？我这铁面才是真正蒙尘之人呐！赵巡案，你既是首府的人，那便替我给他捎句话。这是首府大人的名讳，苏掌柜，您这是？告诉他，他欠当铺的债，该还了。首府大人，这一次该轮到你坐立难安了。